几个闺蜜想留住她们的友谊，决定合拍张照片。可是小美晚上意外发现，朋友发的照片里就是没有她的身影。她盯着手机发呆，她认为肯定是小雅搞错了，毕竟小雅是她最好的朋友。小雅不仅性格爽朗，还总帮她谈恋爱出主意。小雅是班里唯一能什么都聊的人。小美打算第二天上学路上去问小雅是不是无意的，还特意练了语气，怕伤了他俩的感情。正想这些，却收到小雅的短信。她看了短信，有点失望，心里不自觉地感到不安。第二天，她心不在焉地去了学校。小雅看到她，马上了道歉，然后又像没事人一样跟她聊天。小美笑着说没关系，但心里还是想问，昨天照片的事到底怎么了？言未毕，小雅就打断了她。她似乎在故意回避什么，还说等会儿要跟她一起拍舞蹈视频，然后就跑开了。英语课上，小美收到小雅的又一条短信，说的是小雅的恋爱。小美觉得小雅肯跟她说这些，就表示她对小雅来说还是重要的，她就不必冒风险问了。但小美不知道，这都是她自己想象的。那天班主任突然提出个游戏，叫做写信游戏。规矩是写封信给同学，写信人不用签名，但必须写真心话。同学们觉得写信太幼稚，都不太情愿。班主任却很严肃，说如果有人没写信，大家都得留级。起初大家没放在心上，只当是课外活动。小美打算写封情书给她暗恋的小一，第二天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。老师说她收到了3封信，她严肃地走向收信的男生，那男生明显很紧张，毕竟他不知道谁写的信。班主任大声读出信的内容：报告。原来是个恶作剧，紧绷的气氛马上变轻松。下一个收信的是另一名男生，那是封情书。男生听后非常惊喜，他大声问是谁写的。一个害羞的女孩举手了，没想到是他暗恋的对象。谁知这个幼稚的游戏竟然真促成了一段姻缘。当所有人都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，班主任却走到了小美旁边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小美身上。有人猜测可能是恶作剧，也有人猜可能是情书。班主任接着说话，小美听到内容后脑子一片空白，她不懂为何会被人讨厌。更糟的是，接下来的事，有人把这个场面上传网上了，网上的评论像潮水般涌来，让她喘不过气来。第二天，小健很早就在楼下等小美，他劝她不要往心里去，但小美根本听不进去，她只希望大家别管她。见到小雅时，小美还是装作若无其事，她已经预料到会这样。踏入教室时，同学们都用奇怪的眼光看她，小美只好尴尬地打招呼。她最在意的还是小一会怎么看她，担心小一也嫌弃她。放学，朋友们说要帮她找出谁干的，小美感动了，但她觉得还是算了。小雅突然改变口风，说不应该大张旗鼓，她昨天还是第一个要找出幕后黑手。小美开始怀疑小雅的真心。体育课时，小美心里满是怀疑，想知道究竟谁给她写的信，是那个总是看不起人的小光吗？还是那个平时低调的桃子？但想到之前小雅 P 掉她照片的事情，她还是怀疑是小雅干的。小美正陷入沉思，没想到下一秒醒来后，她发现朋友们都在她身边守候，这让她感到很温暖。回家后，小美拿出信封，想写信问小雅是不是真的讨厌她，可她又看到了桌子上和小雅的合照，她开始犹豫不决，觉得不应该怀疑自己最好的朋友，最终还是决定删掉信上的字。第二天，小美的态度却大变，对热情的小雅冷冰冰的。她下定决心要和小雅说清楚，她觉得自己这样很尴尬，明明想表现得像平时一样，却被小雅察觉了，但小雅看起来却若无其事。小美不明白小雅怎么这么淡定，于是决定下课后找小雅谈谈。两人来到天台，小美鼓足勇气对小雅说，那天她的照片为什么会被 P 掉？小雅感到内疚，向小美道歉。紧接着，小美追问信是不是小雅写的，因为 P 掉照片的事情确实过分了。小雅决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她告诉小美自己知道她喜欢小一，从表情上她就能猜出来，但小美从没和她说过，就像当初说要一起上同一所大学，而自己的成绩远不如小美，小美却还假装和她一样，这让小雅觉得小美从没真心对她。小美没想到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小雅，羞愧地低下头。尽管如此，小雅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再次向小美道歉，并且真诚恳地说那封信不是她写的。小美了解真相后泪水连连，小雅看到这情形赶紧上前安慰，她答应会帮小美找出是谁干的。小美放心地说，只要不是小雅，其他人都没关系，其他的她都不在意。小美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钥匙扣，
偶然间他发现小一似乎在找些什么，那个猫咪钥匙扣原来是小一掉的。小一提到这是他妹妹亲手做的，看得出来对小一很重要。小一感激地向小美道谢，小美借此机会跟小一聊了起来。临别时，小美向小一表白了。黄昏下的小一显得特别迷人，小美完全被迷住了。但小美不知道的是，小一还有大家不知道的另一面。她不仅靠帮同学做作业挣钱，放学后还在加油站打工。第二天午休时，小美羞涩地告诉小雅，她想给小一写情书。小雅鼓励她大胆去做。她告诉小美，上次晕倒是小一把她抱去医务室的。听到这个，小美开心地跳了起来。她觉得这是相互有好感的表现，但很快她的喜悦就要被打破。当天老师只收到了一封信，而这封信正是写给小一的。有个男生故意撞倒了同学，嘴上说着抱歉，实际上却以此取乐。阿玉更是带头戏弄马场，甚至把马场爱的输当球踢。游泳课上，阿玉对马场说，输的要请全班吃炒面包。这话仿佛激发了马场的斗志。虽然马场游泳的样子不太妙，大家都以为阿玉赢定了，没想到最后小一逆转了局面，赢得了最终的胜利，这让游泳队的阿玉有点尴尬。当听说小一赢了，小美又开始花痴了。然而这时忍不住的阿玉愤怒地想找小一谈，大家以为阿玉会发泄怒气，没想到阿玉拿出手机要加小一微信。小美担心地问小一，阿玉有没有做过分的事？可今天的小一似乎完全变了个样，说话中满是轻蔑和不屑。小美不由得疑惑，是不是那封信惹的祸？不意外的，又到了读匿名信的时刻。今天的信是给阿玉的。同学们听了内容并不意外，就像他们早就猜到了似的。信的作者身份大家也多少有些猜测，但事情公开后，让大家对匿名信游戏产生了疑问。大家都希望小美能搞清楚班主任的真意。次日，阿玉果不其然成为众矢之的。桃子直言希望马场揭露事实，这种攻击性的做法也让桃子受到了质疑。同学们开始互相怀疑写信的人。阿玉听到大家议论自己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。小美本能地阻止了阿玉的冲动。阿玉终于逐渐冷静下来，她说自己和马场是青梅竹马，他们的事情不需要桃子插手。放学的小美遇到了打球的小健，小健夸赞小美今天很帅。他回忆起小时候被欺负的情景，那时小美挺身而出保护他，小健还轻轻摸了摸小美的头。没想到这温馨一幕被拍下，图片被发给了小健的前女友桃子。在另一个幽深的巷子里，阿玉正友好地和马场打招呼。不管阿玉怎么对待马场，马场都坚称那信不是他写的。第二天，马场没有来上学，班级表面看似平静无波，实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。直到满身伤痕的马场出现，这份平静才被打破。小一关切地询问马场的伤势是不是阿玉造成的，然而巧合的是，阿玉正好看见了。马场想要走开，却被小一拦住。下一刻，阿玉竟然做出令人震惊的行为，他拿起水管对准马场，面无表情地说要给马场降降火。小一想要替马场辩解，自己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。阿玉讥笑的让他有话直说，但小一平静回应，他对阿玉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激怒了阿玉，阿玉一时冲动打了小一。事后连阿玉的朋友们也觉得他过分了，他们试着去劝阿玉，却被阿玉白了一眼。小一关心地问马场有没有受伤，没想到马场却当他是空气。小一以为马场是被阿玉威胁的，就直接找阿玉对峙，并坦白那封信是他写的。听闻此事，同学们都很震惊，但听到这个的马场却忍不住了。他愤怒地冲到小一面前，质问小一为何要多管闲事，不敢相信这一幕的发生。原来马场曾是被誉为天才的象棋少年，但一次失败后，大家不再看好他，他变得意志消沉。阿玉看到这样的马场，想用自己的方法让他振作。马场的象棋输掉了，阿玉一脚把那痛苦的源头踢开。同学们一直说不要勉强自己，马场崩溃地质问大家，谁不是勉强活着的？阿玉看到这样的马场，上前想安慰他，结果被马场猛推倒在地。马场随后宣泄着他的压抑情绪，这或许正是阿玉想看到的。感到痛苦就大肆发泄出来，人只有发泄后才能真正的振作起来。阿玉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马场，但不经意间小美也受了伤。她愤怒地追问班主任为何对这一切置之不理，明明是写信游戏引发的一系列事件，但班主任似乎毫不关心。阿玉事后问小一为何要写信给他，小一感到内疚，他只看到阿玉欺负马场，就想单方面帮忙，却没想到马场的真实感受。晚上小一遇到回家的小美，对他说或许他不该写那封信。小美安慰他，若非他寄出的信，大家或许不会理解马场的心声。第二天，马场向小美道歉，因为自己的失控让小美受到了伤害，他感到非常抱歉。
小美说她没事，并不介意。下课后，小一照常把作业交给阿玉，阿玉却说这是最后一次，然后他就准备走人，但是小一叫住了他。小一透露他偶然知道了阿玉家里的困境，他提出希望以后能一起学习。这天，班主任收到了一封匪夷所思的信，信上没写收件人的名字，内容更是令人困惑。信中写着好想死啊，同学们都露出疑惑的表情。考虑到写信人的感受，班主任让大家闭眼，然后让写信的人睁眼。小美试图偷看，却被老师的目光吓退，最终写信人的身份仍是个谜。班主任随后带领大家去海边进行活动，小美和小一被分到同一组。小雅发现自己和暗恋的阿玉在一个组，她觉得这是命中注定。她对小美说，我们都应该珍惜这次机会。后来在去农舍的路上，大家讨论起那封无收件人的信，阿玉猜测可能是班主任开的玩笑，但大家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后来大家体验了农村的各种活动，还意外发现班主任以前组过乐队。马场注意到孤单的小田，邀请他一起行动。小田因为帮阿玉欺负过马场，感到内疚，于是向马场道歉。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到马场，在小田眼中只有阿玉。马场本来就不是小心眼的人，看到小田打游戏很菜，他决定亲自教他。虽然旧伤可能还会痛，但能放下面子说出对不起，至少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。桃子和小健被分到同一组，这对前情侣之间并没有尴尬，我们还一起回忆那些美好时光，畅聊不已。偶尔的身体接触让旁人都羡慕嫉妒。桃子心里想，小健或许还对自己纷纷开起两人的玩笑有感觉。于是他拉着小健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他质问小健为什么分手时说是因为喜欢上了别人，问那个人是不是小美，还拿出偷拍的两人亲密的照片。小健选择了沉默，然后就想要离开。看着这样的小健，桃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他一把把小健推到墙上，并向小健袒露了自己的心迹。面对桃子真挚的爱意，小健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。男生被前女友强吻，没想到下一秒泪水就涌了出来，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了。桃子真诚的表白就这样被小健拒绝了。小光看到了这一切，警告小健不要把这事传出去。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准备去露营的午餐。阿玉无意中看到马场和小田在一起了，心里不知为何升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这时候桃子找到了小美，她试探性地向小美询问小健到底喜欢谁。小美说她和小健不是很熟，但当桃子转身离开时，小美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跟着小健，这让小美有些担心，会不会那封讨厌自己的信是桃子写的。接着阿玉开始准备午餐，却发现食材不够，大家决定通过猜拳来决定，由小美和小一去买食材。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既震惊又有点期待。小美就这样害羞地跟着小一挑选食材时显得有点手忙脚乱。她问小一是否经常自己做饭，小一说还算经常。听到这话，小美开始神情恍惚。这时小一把她从幻想中唤醒，小美这才回过神来，但她的心还在小跳。结账时，她又开始幻想和小一交往的情景。小美沉浸在幸福的幻想中，这时接到了小雅的信。小雅说她也即将面临一段不幸的时光。小雅和阿玉一同来到了海边，阿玉不停地赞美着海岸的美景，小雅满脸幸福地看着阿玉的侧脸。阿玉体贴地脱下自己的外套，走向小雅，一切似乎都那么完美。谁知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回去时，小健看见开心的小美，开玩笑地取笑她，问她是不是和小一关系有所发展。小美顿时脸红了，尽管如此，她的笑容还是止不住地露出来。小美回过神来，突然发现小雅不见了。后来在后山找到了独自一人的小雅，小雅独自发呆，显得很落寂。小美好奇地问小雅发生了什么，但小雅的回答却令小美瞠目结舌，我想死。男生坚持要穿上衣参加沙滩跑，劝说不听后，阿玉直接上前帮小一脱掉上衣。这个举动赢得了围观女生们的阵阵鼓掌。男生们拼搏的身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，这才是青春的真正模样。小雅的眼中只有阿玉，但就在上一秒，她还沉浸在情绪低落中。原来刚才在海滩上，小雅和阿玉的气氛恰到好处，两人还拍了张合影。小雅趁机向阿玉表白了，阿玉愣了一秒后，委婉地向小雅表示了歉意。小雅的第一次表白就遭遇了挫败，但她还是强自镇定。看着这样的小雅，小美想要上前安慰，但失恋的小雅似乎听不进任何安慰。小美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突然，小雅似乎瞬间恢复了精神。不得不说，小雅是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，她自我安慰的能力真的很强。晚上大家围着篝火聊起那封匿名信，
小健说信虽然不是他写的，但他能理解写信人的感受。他回忆起中学时篮球队顾问的体罚，作为队长的他，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让自己喘不过气来，也曾想过放弃一切。小健的坦白触动了同学们的心弦，大家开始吐露心中的烦恼，每个人心里都藏着那么一段不愿向人提起的痛苦往事。但在这刻，每个孤单的心都暂时找到了安慰。阿玉偷偷地找到了班主任，他追问老师是否知道匿名信的发件人，但班主任依旧装作茫然。阿玉显然有着他的秘密，他又去找了马场，追问马场是否泄露了他的隐私。马场的答案让阿玉露出了深意的表情。女生们围坐一起聊着校园八卦，意外发现静香已经分手。她说她喜欢上了别人，大家都好奇地追问静香喜欢谁。这个女孩有个奇怪的习惯，每次到校第一件事就是锁自己在厕所里，哪怕上课铃已经响，她依然不动如山，只是埋头手机上不停地写我想死。直到她最好的朋友找到她，她才低头慢慢走了出来。而让她行为变得异常的，只是一封无名的信。就在昨天，班主任收到了又一封匿名信，这次的收信人是小光。读到信的内容，小光显得很迷茫。面对闺蜜桃子的关心，小光却向阿玉寻求帮助。放学后，阿玉满是担忧地追问小光，询问他遇到了什么问题。没想到小光却不回头就跑了。第二天，小雅给小美放了一个家暴视频，她怀疑视频里的人是小光，因此她和父母商量过，但父母认为那是别人的私事，劝她不要多管闲事。小光本来就不愿吐露心声，小雅也觉得直接问不妥，但视频里的那句求救话语让小雅心神不宁。马场的事情让小雅思考了匿名信的可行性，她认为这样做可能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但小光收到信后却是心中堆积着不满。小美回家后向母亲征求意见，母亲认为小美不该管这闲事。母亲的话让小美很气愤，她觉得母亲实在太无情了。母亲却突然降低了声音，她认真地对小美说，你朋友的问题固然重要，但对我而言，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，我不想你被卷入不必要的纷争。小美对母亲的话哑口无言，但她并没有放弃，趁父母睡后悄悄出门去找答案。她找到正在玩滑板的小一，希望他能提供些线索。小一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。每个家庭都有其隐私，小美的行动让小一感到意外，她没想到温柔的小美会如此果断。于是小美改变了策略，她问小一，如果朋友遭遇同样的事。她停顿了一下，小一坚定地说，她会尽全力去帮助朋友。小一的反应让小美看到了希望，她的话给了她巨大的安慰，就像是心灵的定心丸，让小美更坚定了帮朋友的决心。但事情远比小美想象的复杂。第二天，她和小雅决定去找小光问清楚，没想到桃子拿出了那封匿名信，直接质问小雅为何这么做。小雅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小光就气冲冲地冲了过来。尽管如此，小雅并没有怨恨小光，她反而追上了濒临崩溃的小光。她努力地解释自己是真心想帮忙，小雅的初衷是好的，但小光确实受到了伤害。这时小美插话说，至少小雅没有袖手旁观。她认真地对小光说，你是害怕暴露父亲的行为，但其实你内心是渴望得到关注的，你才会不顾一切地拍下那视频。然后她温柔地抱住了小光，小光的情绪终于逐渐平复下来。于是他们几个在小美家聚了个女生小会，大家意外知道了小美心仪的是小一。小美正害羞地想解释时，桃子突然认真地向小美道歉，原来那封匿名信的发件人是她。桃子坦白了真相，小美震惊地看着桃子。桃子一直误会，因为小美才和小健分手，误会她是第三者。现在知道小美喜欢的人是小一，桃子意识到自己一直冤枉了小美，于是再次向小美深深道歉。她再三表达歉意，直话直说就能避免误会，坦诚可化解所有误解。小光也被这股气氛感染了，平时不善表达的小光高兴地跟大家分享，他珍藏的手机链是阿玉送的礼物，他上学就是为了能见到阿玉。小雅能够深刻体会这份心情，小美还是忍不住问了心中的疑惑，那就是小光到底遭受了什么虐待。小光缓缓地脱下外套，那些骇人听闻的伤痕展露无遗，众人对这幅景象感到震惊，心里更是为小光的遭遇感到悲痛。小光透露，自从父母离异后，父亲就沉迷于酒精，并开始对他发泄情绪。尽管受了伤，仍旧善良的小光不忍心告发父亲，他苦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无奈。不忍的众人决定去请教保健老师，一向敷衍的班主任这时却主动承担起责任。他还安慰了小光，阿玉在加油站加油时巧遇在那里打工的小一，在工作中的小一和在学校里的冷漠完全不同。小一工作时热情而友好，就像是多年的老友，
阿玉忍不住调侃小一是个有意思的人，但问题接踵而至，因为那封信引发的风波远未平息。这时候，小花忧心忡忡地躲在厕所里，她呆呆地看着手中的妊娠测试棒。她约了前男友到公园见面，坚定地告诉他自己怀孕了。而男人听到这消息后，他的第一反应竟是怀疑孩子是否是自己的。面对这样的反应，女孩满脸震惊，男人随后的举动更是让女孩心碎。男人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走开了，女孩被留在风中，茫然失措。小花和阿佑是那种十分适合的情侣，他们喜欢把班里的小道消息发到网上，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。连小美和小光的事情也是他们放到网上的。这一天，体质较弱的小花走进厕所，检测的结果不幸地证实了她的疑虑。晚上，她找到了阿佑，并如实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实。没想到阿佑的反应让她非常失望。小花曾想在学校找阿佑谈谈，但阿佑却故意躲避。在学校，他表现得若无其事。小花也试图多次联系阿佑，但阿佑宁愿玩游戏也不接小花的电话。忍受到极限的小花决定要面对面问个清楚。她当着同学们的面叫出了阿佑。小花追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，她想知道阿佑对她怀孕的态度，真想知道他究竟怎么想的。但阿佑的回答又让小花感到非常失望。与此同时，阿玉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信还没念完，阿玉就发现所有同学都震惊地看着他。虽然这些家庭问题与阿玉无关，但作为曾经的高富帅形象，在同学心中，这让气氛变得尴尬。小田对阿玉的隐瞒感到非常愤怒，一直觉得自己是阿玉最好的朋友的小田，面对阿玉家的巨变，自己却浑然不知，这让他觉得阿玉从未把他当作朋友。自己的秘密被暴露后，尊严受损的阿玉躺在天台上，不停地念叨：真是累啊。这时小一自顾自地躺在阿玉旁边，他模仿着阿玉的牢骚，轻松地调侃阿玉做国王也不轻松啊。阿玉不但没生气，反而请小一帮的忙。不得不说，阿玉身穿工作服还挺匹配的。阿玉就这样开始了和小琪的打工生活。而另一边的桃子又找到了小健，桃子神秘地告诉小健他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。他在小健耳边低语几句，小健露出了一丝奇特的笑容。一个曾经风光的公子哥，现在落魄到了何种地步？自从父亲的公司倒闭后，阿玉不得不放弃了自己钟爱的足球，连多年的好友也开始对他冷眼相待。阿玉沮丧地打算去保健室休息一下，却恰好碰上保健老师和班主任一起回来。保健老师突然询问班主任是否还有自杀的念头，班主任说自己现在感觉还算稳定。保健老师接着问他那些写信的游戏有没有收获，突然间被旁边的声响打断，靠近一看，是阿玉熟睡在那里。保健老师透露，阿玉因为兼职疲累，经常来这里小憩。班主任体贴地给阿玉盖上了被子，谁知道阿玉其实并没有睡着。此时马场找到了班主任，他追问班主任为什么不把写信的事情说清楚，他想要大家都知道写信人是他。班主任却满脸困惑地看着他，不懂马场为何要这么做，但最终还是决定让马场亲自交信给阿玉。在打工的阿玉这时收到了小雅的信息，他希望阿玉周末能去小美家参加聚会，如果方便的话也请小一一起来。阿玉知道小一不太会对这种聚会感兴趣，打算敷衍过去，没想到小一出乎意料的表示也想去。转眼周末到来，小一还带上了他的弟弟妹妹一起来，大家随即开始了章鱼派对。小美才得知，原来小一的父亲早逝，他不仅要工作赚钱补贴家用，还要照顾弟弟妹妹。看着这样的小一，大家都不禁对他肃然起敬。聚会结束后，阿玉向小雅表示感谢，他明白小雅是想让他放松心情，所以才安排了这次聚会。阿玉表示，虽然近来压力很大，但他相信自己会想办法解决。听到小雅的鼓励话语，阿玉的紧锁眉头终于舒展开来。那天晚上，阿玉遇到了以前足球俱乐部的队友，面对突然放弃足球的阿玉，队友们表示无法理解，尤其是阿玉曾经那么刻苦训练。阿玉淡然地说，他现在只想好好享受普通的高中时光，并且努力参与两人的谈话。但第二天到学校的阿玉万万没想到，和他最要好的小田竟会对他说出那番话。男生一夜间从人人羡慕的高富帅变成了无处安放的落魄公子，却因为自尊心太强而不愿吐露，直到一封匿名的信把他的秘密大白于天下。他甚至因此受到了挚友的指责。放学后，阿玉责备小田说的太过分，小田反驳说阿玉先是不坦诚，自己发怒也在情理之中。马场仍然想不通阿玉为何放弃足球。这时候小一加入了谈话，他问马场是否早就知道阿玉放弃篮球的事。从马场的表情看来，他也是刚得知。小一自言自语，不知道阿玉现在怎样了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尝试。
小姨的话让马场感到不安，他开始怀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放学后，马场找到了阿玉，他想明白阿玉放弃足球的真正原因。面对马场的追问，阿玉却显得漫不经心。他说是因为自己踢得不好，这个理由显然不能说服马场。马场不信那个曾和他有着共同梦想的阿玉会说出这种话，于是他追问想要躲避的阿玉。马场突然坦白自己就是匿名信的寄送者，这让阿玉感到茫然。明明他曾告诉马场不要泄露，但马场说早晚都会被人发现。看着依然装作无忧无虑的阿玉，马场觉得很心痛。他严肃地说，我理解你假装坚强，但看你这样折磨自己，我无法忍受。可能只有马场真的能理解阿玉的痛苦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阿玉没来学校，心情复杂的他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公园的球场，凝视着熟悉的草坪。他回忆起和马场的青葱岁月，那时候得意洋洋的马场正在教他下棋，而阿玉则在抱怨棋艺为何这么难掌握。尽管兴趣不同，他们还是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回想那段时光多么美好，阿玉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两人会变成这样，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如人意，大家都在担心阿玉，感到很焦虑。小光突然来了，打破了沉默的气氛。小光感激地说，是因为大家的帮助，他才能够重新回到学校。大家听到小光能回来都非常高兴。马场虽然之前说过狠话，却拿着那封未寄的信发呆。他回想起自己曾经没有自信能在象棋上赢过高年级生，是和阿玉的约定让他一直坚持到现在。马场决定要再去找阿玉谈一谈，这次他不打算写信，而是想要面对面的亲口告诉阿玉信里的内容。但这个时候阿玉却直接走向了天台。当他登上屋顶，看着脚下深不见底的深渊，他感到了后悔。轻生未遂的阿玉恰好碰到了去购物的小美。小美看到阿玉的异常行为，便陪他一起走走散心。不知怎么的，在小美的陪同下，阿玉感到特别放松。他说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就上了楼顶，并不是真的想要自杀，只是想试探一下死亡的感觉。小美听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坐到阿玉的身边。小美告诉他，她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念头，因为中学时候正义感强烈，又不善于观察言行，一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就会忍不住去说教，结果无意中被所有女生排斥，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被侮辱。那时的小美也曾短暂的想过，如果自己消失了就好了，但正是因为有父母的支持，她才走了出来。现在她觉得活着很幸福。听完小美的经历，阿玉感到很有共鸣。每个人或许都有过那么一刻的绝望，但一句温暖的话，或者一个简单的拥抱，就可能救回一个生命。阿玉叹息说，他可能不会再回学校了。他以为小美会劝他，没想到小美竟然支持他的决定。阿玉听了很受感动，觉得自己总是被这个表面柔弱的女孩子所拯救。正在犹豫要对小美说什么时，小美收到了妈妈发来的短信，她匆匆忙忙地跑回了家。阿玉想说的话还是没说出来，又到了读匿名信的环节。今天只有一封匿名信，不过这次有点不同，因为寄信人用了真名。大家都好奇地看向小花，阿佑一看就急忙站起来，想阻止老师念信的内容，但小花的怀孕消息还是传开了。阿佑瞬间成了众矢之的，尽管被同学们异样的目光盯着，阿佑还是装傻充愣，不觉悔改，没有一点反省的态度。看着这个样子的阿佑，面对小花的追问，阿佑无助地蜷缩起来，让人分不清谁才是受害者。下课后，马场问老师阿玉住了。马场来到阿玉家，发现他不在，却看到了门口的球鞋。这时阿玉恰好回来了。阿玉以为马场是来嘲笑的，冷冷地说了伤人的话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女人愿意为渣男生孩子。没想到渣男会这么说，孩子能不能不要？男生的话让女人彻底绝望。小美追上了伤心的小花，告诉她不值得为这种人难过，但小花眼泪汪汪地说，还是爱着阿佑。小美看着小花，心里特别痛，这事最后还是让小花父母知道了。好在小花父母虽然气得不行，但还是坚定地支持小花。阿玉消失几天后，终于回到工作的地方。阿玉认真擦车，小姨打趣说，太用力了，车漆都要被你擦没了。平时自信的阿玉这次却接受了建议，老板看他工作努力，就请他吃便当。阿玉高兴极了。吃完饭，老板对阿玉说，还是读书好，说自己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，那种苦只有自己知道。阿玉忍不住佩服起小姨的坚韧，小姨不仅得照顾弟弟妹妹，还是个学霸。看到小姨在困境中也能坚持，阿玉开始反思自己是否该放任自流。第二天，想感谢关心她的小雅，阿玉用挣来的钱请小雅吃了顿大餐。饭后，小雅忍不住抱住了阿玉，她怕以后看不到阿玉。阿玉转过身来，温柔地安慰小雅，告诉她自己不会离开。小美看到发呆的小雅，急忙问她发生了什么。
小雅一脸迷恋地说自己太喜欢阿玉了，单纯又可爱的小雅，小美也只能无奈地看着，但还是为她感到高兴。第二天，阿玉焕然一新地出现在学校，大家都为她回来而高兴，但小田看到她却愁眉不展。阿玉主动找小田聊聊，两人走到天台，阿玉说我们可能太像了，所以特别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。小田听后感到困惑，因为小田一直很羡慕阿玉，他烦恼阿玉不和自己分享心事，这让他觉得自己像傻瓜。阿玉看着伤心的小田，立刻说以后会多和他商量事情。小田听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两人相视而笑。男孩间的友谊就是这么简单。又到了读匿名信的时间，但今天老师一个信都没收到。老师正要结束班会，这时阿玉举手了，他写了封道歉信，信是写给马场的。阿玉说他以前对马场做了很多错事，因为家庭变故心情乱了，本来不是这个意思，却拿马场的好意当出气筒，等意识到时已经伤害了最好的朋友。两个好兄弟终于和解了，同学们都感到欣慰。晚上小一和小美相遇，小美恭喜小一赢得演讲比赛的冠军，但小一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。小美对此感到困惑，小一急忙解释是因为要照顾弟弟妹妹，可小美并不知道小一心里还有别的打算。小美后来向小一展示了聚会的合影，小一试探性地问是否可以发给她一份，因此小一收到了小美的电话。表面上他们的关系日益升温，却也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旁人。一次打工时，阿玉突然和小一聊起了八卦，他问小一是否有喜欢的人，看到小一提不起兴趣，阿玉说自己已经有心仪的人了，这话让小一立刻感兴趣。但当听到阿玉喜欢的人是谁时，他却显得十分困惑。有个女孩在外打工拍写真时遭遇变态，更糟的是这事被公开了，女孩立刻被贴上了不良标签。但这一切都起因于班主任的写信活动，信不用签名，只要写真心话，班主任就会当众念出来，因此同学们的恶意和猜疑被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。尽管不少人对班主任的做法不满，班主任却说这和平时网上的恶言有什么不同，网络上随意泄露别人秘密，写信活动或许只进行了一次，但在网络社会，这样的游戏永远不会停止。同学们听后无言以对。课后大家安慰桃子，谁没有一两个小秘密呢？小健更是变成了保护桃子的人，但桃子因此感到内疚，他们毕竟只是表面上和好。另一方面，阿玉向小一坦白了喜欢小美，紧接着小美就收到了阿玉的约会邀请。小美似乎从短信里感受到了阿玉的情感，但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小雅。小一显然也开始焦虑，他鼓起勇气想和小美谈谈，没想到出现了意外，他的行动被人抢先了。阿玉追问小美为什么昨天没回复自己的消息，小美局促不安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阿玉下定决心，打算趁势向小美表白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小雅突然出现了，她询问两人在做什么。小美紧张地说他们在讨论文化节的安排，然后急忙拉着小雅离开了现场。真是差一点，这里就要变成战场了。晚上，小雅告诉小美，她打算再次向阿玉表白，上次因为害怕被拒而逃走，但写信游戏让她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喜欢阿玉，所以这次她要勇敢面对自己的感情，要完全坦诚地向阿玉表达这份感觉。听小雅这么说，小美感到更加焦虑，阿玉可能喜欢的是自己，这话怎么向小雅说呢？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家忙着准备文化节，阿玉找到小美，探寻她是不是在故意躲避自己。小美支支吾吾地否认，但一味逃避，总会有躲不掉的那一刻。文化节终于到来，班级的宇宙咖啡厅虽然参差不齐，但大家还是玩得挺开心。活动结束后，阿玉帮小美收拾现场，小美开心地说今天特别难忘，阿玉只是默默地听着。这时小美不小心让道具掉落，小美正要去捡，阿玉却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她。这个女孩虽喜欢男生，却假装和男生是情侣，只是为了帮心爱的男生保守一个秘密。小健很清楚，小美心里想的也是小一，但她还是支持小美的爱情。在小美被阿玉告白之后，她主动安慰小美，小美觉得和阿玉说话就像是在背叛小雅，她真希望事情就这样过去。但小健觉得这样的小美太不负责任，这对小雅和阿玉都太不公平，逃避只会带来更多伤害。他相信小美能妥善解决，于是小美找到阿玉，并清晰地拒绝了他的告白。他告诉阿玉自己心中已有所爱。阿玉听后虽感失落，但仍尽力露出笑容，表示无可奈何，并承诺会为小美的爱情祝福。小美把拒绝阿玉的事情告诉了小健。小健在同情阿玉的同时，也不禁佩服阿玉的大度。看着小美勇敢表达自己，小健决定不再等待那无望的爱情，决心向小美坦白自己的秘密。话未出口，小一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。
或许是受了阿玉影响，平日冷静的小一选择了主动。他笨拙地告诉小美有话要说，却又含糊其辞。小一的紧张让小美以为自己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，但当小美满怀期待等待时，紧张的小一在决定性时刻退缩了。班级举办了舞会，小美发现小雅最近总是躲着自己，她告诉小雅今晚要向小一表白，并承诺会第一时间告诉小雅结果。她还有很多话要对小雅说，希望小雅能与她开诚布公地聊聊。听到小美的话，小雅笑着点头答应了。舞会组队跳舞环节开始，阿玉和小雅自然配对，阿玉戏谑小雅手心出汗，小雅终于露出笑容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小一和小健被分在了同一组。音乐响起，他们开始在舞池中舞动，虽然目光未曾相交，但往事如电影般在小健脑海中回放。女孩今天要向心仪已久的男孩告白，男孩却接了个电话就急忙离开。女孩没想到的是，从第二天起就联系不上男孩了。小美担忧地看着空位，不知小一究竟出了什么事。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，小一重新出现。小美急切想要完成那天的告白，却换来了小一冷淡的回应，希望小美不要再和他扯上关系。小美无法理解小一为何突然性情转变，她因此失了食欲。纠结不已的她不甘心就此放弃，决心找小一问个明白。她打算直接向小一求个答案。然而她没能见到小一，却从老板那里知道了小一变化的原因。老板透露，小一的妈妈因工作过度劳累倒下了，小一不得不照顾弟妹，同时还要承担起家中的重担。了解到小一的困境后，小美开始自责，想到小一一直在默默承受苦难，而自己却只顾自己的感受，她懊悔没有成为小一的支持。第二天，小美打算跟小一说明白，但小一的脸依旧没有表情。看着小一的情况，阿玉忍不住找她谈话。阿玉愤怒地追问小一，不论家里发生什么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小一却表现出无可奈何，他表示自己没有精力去考虑个人的事情，自己怎样都无所谓。看到这个样子的小一，阿玉感到无奈，并严厉地告诫他。尽管阿玉的话让小一稍感动摇，但家庭责任让他最终决定提交退学申请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小美坐不住了，她拦下了小一，质问他这是否真的是他所期望的。面对小美的挽留，小一在决绝的眼神中露出一丝落寞的泪花。尽管他心中千般不愿，但他别无选择。这时候，班主任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班主任告诉他们，小一的母亲找过他，小一的母亲含泪希望千万不能让小一退学，他希望小一能为自己活着，能够一直以来小一为这个自由的追求自己的喜欢。班主任紧紧地拥抱着震惊的小一。尽管班主任有时很古怪，有时让人无法理解，但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面对自己的阴暗面，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了某种救赎。正当一切好像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，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。这消息瞬间让充满希望的学生们惊醒，有人竟然将学生们的秘密公开。不仅如此，因为写信游戏，同学们之间产生了分歧，他却叫学生们自己想办法。可就是这位看似不负责任的老师，在他的葬礼上却赢得了学生们热泪盈眶的告别。同学们刚听到班主任去世的噩耗，都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，而小美却出奇的平静，好像早有预感。原来1个星期前，班主任因为小美还没写匿名信，叫她去了办公室，但班主任并没责怪她，反而把一封信交给了小美，请她在合适的时候念给大家听。小美当时并没放在心上，直到班主任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她意识到现在正是时候。小美沉着地走上讲台，庄重地向同学们传达了班主任的遗言。原来班主任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绝症，当得知自己只剩3个月好活时，他曾经绝望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一份学生的问卷调查吸引了他的注意。看到正值花季的学生们对未来感到绝望，竟有轻生的念头，这让班主任开始反思，自己明明能看到学生们的困扰，却一直未曾察觉。于是他决定用余下的日子为学生们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他决心彻底改变，开始了一场极具挑战的写信游戏，目的是让学生们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，体会生活的深意。结果证明，他成功了。那些被青春烦恼困扰的学生们，通过写信游戏，学会了理解和支持彼此。他们懂得了包容和爱，未来或许还有更多挑战等待。但班主任相信他的学生们会走出迷茫。不得不说，班主任真的用心良苦。转眼间新学期到来，新来的班主任是位充满活力的帅哥，同学们立刻兴奋起来。但更让大家惊讶的是，新班主任竟能准确叫出每个人的名字。原来丽花老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为每位同学都做了详尽的记录。这份学生手册上的每一个字都证明了老师生前的用心，他将永远在学生们心中照亮前路。
小易感受到了丽花老师的力量，终于鼓起勇气向小美表白。17岁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不被理解的异样眼光，又或者是青涩的爱恋困扰？也许这些都不重要。在这转瞬即逝的年华中，你真正该做的是不留任何遗憾，想做就去做吧，享受青春带来的每一刻，因为它记录的是青春，那自由的名字。